秦始皇37年，这位统一六国的千古一帝，在东巡途中病倒于沙丘平台，病势来得凶猛。秦始皇自知时日无多，召来长子扶苏的书信，命他赶回咸阳主持丧事，继承大统。这封遗诏交给中车府令赵高保管。赵高这个出身卑微的宦官，因善于察言观色，精通律法，深得秦始皇宠幸。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幼子胡亥的老师。秦始皇驾崩当天，赵高做了一个改变历史走向的决定，脱下遗诏。他连夜找到随行的丞相李斯，李斯位极人臣，是秦帝国的缔造者之一。赵高开门见山，皇上驾崩，遗诏让扶苏继位。扶苏若登基，必定重用蒙恬为相。丞相，您想想，您与蒙恬相比，谁的功劳大？谁的谋略深？谁更得民心？谁与扶苏的关系更近？李斯沉默，这4个问题，他一个都答不上来。现在决定权在我们手上。赵高压低声音，立谁为帝，不过是我们一句话的事。李斯大惊，这是亡国之言，不是臣子该说的话。赵高冷笑，丞相，您的爵位、俸禄、子孙的富贵，都系于今日的选择。李斯仰天长叹，泪流满面。最终，他在权力与良知之间选择了权力。他们伪造诏书，赐扶苏与蒙恬死，立胡亥为帝，是为秦二世，史称沙丘之变。从这一天起，秦帝国的命运被一个宦官攥在了手里。胡亥即位后，整日沉溺于酒色，朝政权全交给赵高。赵高对他说，陛下还年轻，不必事事躬亲，朝堂上的事让臣来处理就好，您只管享乐。胡亥欣然答应。他问赵高，朕可以享乐多久？赵高答，陛下想享乐多久就享乐多久。于是胡亥住在深宫，赵高在朝堂发号施令，百官奏事，先经赵高之手。皇帝的旨意由赵高代理。秦帝国的权力中心从皇帝的笼里移到了赵高的书案上。但赵高并不满足，他决定斩草除根。他先是诬陷公子扶苏的弟弟们谋反，将12位公子处死在咸阳街市。接着他又说公主们与外人勾结，将10位公主肢解而死。最悲惨的是李斯，这位曾经的秦国丞相，赵高的盟友，因为劝谏胡亥停建阿房宫，减轻赋税，触怒了赵高。赵高在胡亥面前诬陷李斯谋反，将其打入大牢。在狱中，赵高派人轮番审讯李斯，每次都用酷刑。李斯想上书申辩，赵高把书信烧掉，说一个囚犯有什么资格给皇帝写信？最终，李斯被判处腰斩。临行前，他拉住儿子的手说，我想和你再牵着黄狗出上塞东门去打猎，还有这种可能吗？父子相对而泣，3族被灭。至此，朝堂之上再也没有人敢反对赵高。百官见到他，如同见到了皇帝。赵高的官职一升再升，从郎中令到丞相，最后被封为安武侯。但他要的从来不是一个侯爵的封号，他在等一个机会，一个可以彻底试探百官忠诚的机会。秦23年的秋天，咸阳宫的朝会照常举行。这一天，赵高来得比平时早，他身后跟着一个太监，太监手里牵着一样东西，一头鹿。那是一头雄鹿，鹿角分叉，毛色光泽，是从秦岭山中捕来的上等野鹿。太监将鹿拴在殿外的柱子上，赵高整了整衣冠，步入大殿。朝堂上，文武百官分列2旁。秦二世胡亥坐在龙椅上，神情慵懒，显然又是彻夜饮宴。刚刚起身，陛下万岁。赵高行礼，丞相平身。胡亥打了个哈欠，今日有何事奏报？赵高微微一笑，转身对殿外挥了挥手。太监牵着那头鹿走了进来，群臣面面相觑。在庄严的朝堂上牵进一头畜生，这是从未有过的事。丞相，你牵一头鹿进来做什么？赵高从容地走到鹿旁边，拍了拍鹿的背脊，朗声道，陛下，臣今日得到一匹千里马，特来献给陛下。此言一出，满朝寂静。胡亥瞪大眼睛，看了看那头鹿，又看了看赵高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丞相，你说这是马，这明明是一头鹿啊！赵高面不改色，语气诚恳，陛下再看清楚，这确实是一匹马，鹿头上怎么会有角？这分明是马的耳朵，马的蹄子，
臣虽然老眼昏花，但还不至于连马和鹿都分不清。他转向群臣，目光扫过每一个人的脸。诸位大人，你们说说，这是马还是鹿？殿内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，群臣的心跳在这一刻加速。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，那是鹿，所有人都看得出来，但所有人都知道，赵高问的不是动物的种类，而是你们站在哪一边？沉默，死一般的沉默。终于，有人说话了，一个年轻的官员站出来，大声说：“丞相，这明明是鹿，怎么能说是马呢？臣自幼在乡间长大，鹿和马还是分得清的。”又有一个人站了出来，是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臣，三朝元老。他颤巍巍地说：“丞相，老臣侍奉先帝30余年，猎场上的鹿见得多了，这确实是鹿，不是马，指鹿为马，恐怕不妥。”这时，一个中年人站了出来，他的脸色苍白，声音有些发抖，但他说出来的话，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。丞相说的对，这是一匹马，臣仔细看了，这确实是马，一匹难得的千里马。全场哗然，紧接住，仿佛打开了某个开关，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。是马，臣也认为是马。丞相慧眼，这确实是千里马。臣附议。有人明明张嘴要说鹿，看到旁边人的脸色，硬生生把那个字吞回去，改口说马。有人犹豫了半天，最后选择沉默。赵高静静地听着，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深。吴害坐在龙椅上，彻底糊涂了。他揉了揉眼睛，再看那头鹿，还是鹿，但满朝文武，那么多大臣都说是马，难道是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？赵高立刻上前，恭恭敬敬地说：“陛下日理万机，想必是太劳累了，不如回宫歇息。”吴害点了点头，带着满腹狐疑回了后宫。朝会散后，赵高站在空荡荡的大殿里，看住那头被遗忘的鹿，轻轻笑了。他知道了，哪些人是顺从的，哪些人是反对的，哪些人是可以争取的，哪些人是必须除掉的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朝会后的几天里，咸阳城弥漫着一股诡异的宁静。然后赵高动手了，那些说路的人一个接一个从朝堂上消失了。说路的年轻官员被以傍犯朝政的罪名逮捕，关进大牢。3天后，他的尸体被发现悬在牢房的横梁上，说是畏罪自杀。说路的老臣被削去官职，赶出咸阳。70多岁的老人穿着破旧的衣裳，拄着拐杖，在寒风中一步步走出城门。那些说马的人呢？他们加官进爵，得到重赏。赵高在他们身上贴上了自己人的标签，分给他们权力、土地和金钱。从此以后，他们对赵高的每一句话都唯唯诺诺，再不敢有半点异议。至于那些沉默的人，赵高也没有放过。他对身边的人说：“沉默就是最大的反对，关键时刻不表态的人，比反对的人更危险。”短短1个月内，朝堂上的面孔换了大半，新上来的人都是赵高的心腹，他们见到赵高，比见到胡亥还要恭敬。朝堂上再也不会有人说出让赵高不高兴的话。咸阳城里流传着一句话：满朝文武尽是赵家奴。秦二世胡亥终于发现了不对劲，他想召见大臣问问情况，发现没有人敢来见他。赵高清除异己的时候，秦帝国的末日正在加速到来。陈胜、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，各地的起义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项梁、项羽在江东起兵，刘邦在沛县举事，前线的战报像雪片一样飞向咸阳，但这些战报都被赵高扣下了。他对胡亥说：“不过是几个盗贼作乱，地方官就能平定，不劳陛下操心。”胡亥信以为真，继续在阿房宫里饮酒作乐，直到起义军打到距离咸阳不远的地方，胡亥才终于知道真相。他大发雷霆，责问赵高：“你不是说只是几个盗贼吗？为什么打到城门口了？”赵高知道胡亥已经开始怀疑自己了，他决定先下手为强。这一年冬天，赵高派自己的女婿严乐率领士兵闯入望夷宫，宫中的侍卫早已被赵高收买，没有一个人抵抗。严乐持剑走到胡亥面前，宣读赵高的旨意：“陛下骄奢淫逸，诛杀无辜，天下人都背叛了你，你自己了断吧。”
吴派惊恐万分，哀求道：“我可以见丞相一面吗？”“不行。”“那我可以做一个郡王吗？”“不行。”“那做一个万户侯呢？”“不行。”吴派仰天长叹，泪流满面。他终于明白，这一切都是赵高设的局。他拔出剑，自刎而死。在魏景3年，吴派死后，赵高随玉玺走上朝堂，百官肃立。他环顾四周，想要坐上那把龙椅。然而，当他走向龙椅的那一刻，大地开始颤抖，不是地震，是所有人的心在颤抖。龙椅前的3步，赵高始终迈不出去。他看到了群臣眼中毫不掩饰的愤怒和鄙夷。他知道自己可以杀掉所有人，但杀不掉所有人眼中的那道光。他最终没有坐上龙椅，而是立了子婴为秦王。子婴是个聪明人，他假装生病，在赵高来探望时，让自己的2个儿子和1个宦官将赵高刺杀于宫中。赵高死时，咸阳城里的百姓奔走相告，有人放鞭炮，有人摆酒庆贺，但一切都太晚了。赵高死后46天，刘邦的军队攻入咸阳，子婴投降，秦朝灭亡。一个曾经横扫6合、威震天下的帝国，在赵高指鹿为马的3年后，化为历史的尘埃。后世史官在记录这段历史时，用了8个字来评价赵高：弃军误国，古今罕有。而指鹿为马这个成语，从此流传下来。它不仅仅是赵高个人的故事，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。当权力失去了制衡，当是非不再重要，当所有人为了自保而说出违心的话，一个帝国的崩塌就只是时间问题。咸阳宫的那头鹿大概是最无辜的，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说一句话，却见证了人性的怯懦与贪婪，见证了权力的疯狂虚妄。今天我们说一个人指鹿为马，是指他故意颠倒是非，混淆黑白。但这个成语还有一个更深的含义，当所有人都选择沉默或附和的时候，说真话的人就成了最危险的人。指鹿为马比喻故意颠倒黑白，混淆是非，也形容权臣专权，欺上瞒下。这个故事警示我们，一个社会如果丧失了明辨是非的勇气，就会在沉默和谎言中走向崩溃。真正的力量不在于随声附和，而在于敢于说出这是鹿，不是马。